他要神经，我们可以暂且给他。我已经传讯向古门求救了，用不了多久，古门强者便会赶来。等古门强者一到，那兵技便嚣张不起来了。至于我们交出去的神经，到时候也可以讨要回来，顶多再给那位古门强者一些好处便是了。说的是。这兵技虽然是高等天神，可在古门面前却只是一只蝼蚁罢了。就看古门派来的强者何时才能够赶到了。现在最怕的是我们一旦将神经交出去，这兵技便立即逃窜或是离开了，让古门强者扑了个空。到时候吃亏的还是我们，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拖住他几天。家主，诸位大人，门口来了一个人，拥有古门弟子的信物，而且还是内门弟子信物。什么？古门强者已经到了，快快有请。是。走，我们也赶紧去迎接。玩人呐！凌霄镜，怎么会是凌霄镜？请问哪位是何家的何云家主？老夫便是。我叫剑无双，我接到的任务就是替你们出面斩杀的兵技。这些人看我只是一个凌霄境，一个个的都没怎么放在心上。也对，我要杀的毕竟是高等天神，一个凌霄境要斩杀高等天神，看上去的确有几分匪夷所思，不相信我也正常。一个凌霄境却将斩杀兵技说的那般轻松，古门的弟子原来都是这种货色，亏我之前还对古门抱着巨大希望，可现在看来，古门不过如此罢了。这是好可怕的剑意！是剑意，太强了。我曾经见过一位擅长剑道的顶尖天神出手，那剑意也不至于这般强横啊。我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来的，你们要是不配合，后果自己去承担。误会，大人，这是误会。大人不知要如何对付那兵技。这个不用你管，我自有办法把他斩杀了。那好，那兵技给我们这几个家族1天的时间去筹备神经，不出意外，明日他便会亲自杀上门来，到时候请大人您出手将他斩杀了。不用等明日了，就今天带我去见他。就今日？那好，大人请跟我来。大人，那兵技就在这阁楼内。何家主，你今日前来莫非是想清楚了，所以来给我家大人送神经来了？这人是投靠兵技麾下的一名强者，名叫袁田，多年前曾与我何家交恶，被我何家追杀到了其他城邑当中去了。现在是兵技麾下那些天神当中最强的一位。哦，古门弟子剑无双奉命前来斩杀兵技。什么？古门弟子？小子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好像是说什么奉命来杀我家大人？难道是我听错了？小子，将你刚刚的话再说一遍。这个凌霄境的剑术似乎不错，真是找死！什么？兵技，出来受死！滚出来受死！好凌厉的一剑！袁乾好歹也是一位中等天神，却被他一剑斩杀。
虽然有轻敌成分在内，他没有一定的实力，同样做不到这一点。他的剑道修为非常可怕，尽管只是凌霄境，但真正战力绝对比得上中等天神，甚至在中等天神估计都接近顶端了。古门弟子，我刚到这丹阳城不久，便被古门给盯上，看样子我得赶紧离开了，不然古门这次派出的仅仅是一个凌霄境弟子，实力再强那也有个限度。可下一次说不定就直接派出高等天神，甚至是顶尖天神来追杀我了。走。你不用逃。这速度，混账！老子之所以要逃，只是不想跟古门真的撕破脸皮。真以为老子会怕你一个凌霄境的蝼蚁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堂堂高等天神，跟一个凌霄境交手，在一瞬间被逼得拿出了自己的天神兵秘技，甚至还施展了自己最强的秘术万元手，结果竟依旧被他远远的震飞出去。这是什么实力？死！小子，别太自以为是了。藏天誓！这，逃！这便是古门的弟子。传说中的古门弟子竟然这般妖孽。凌霄境正面斩杀高等天神，若不是亲眼看到，我真难相信。我的任务只是诛杀冰寂，至于他手下的其他人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那便是那胡户的城堡，明面上对古门毕恭毕敬的，从来不触犯古门的底线，可是暗地里却连古门弟子都敢杀。这位胡户天神手段可真够高明的呀。虽说这胡户天神是11个目标任务当中最重要的一个，可想要杀死他可也并不容易。不管怎么说吧，先跟他打个招呼吧。听说这位胡户天神日子一直很悠闲。堡主，堡外有一人手持古门内门弟子令符，说有要事见你。古门内门弟子，我一直对古门敬畏有加，从不去触犯他们的底线，且和古门的人也没什么交集，怎么会有古门弟子找上我？难道是那几件事被古门查出来了？来的那位古门弟子有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？没有，不过属下看得出他只是一个凌霄境。凌霄境？看样子应当不是来找我麻烦的，区区一个凌霄境还没资格找我的麻烦。不过毕竟是古门内门弟子，轻易还是不要得罪的好。去，将他请进来。是。你下去吧。这位小兄弟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的？我叫剑无双，我刚好路过周边疆域，想买几件物品，可惜身上神经不够了，所以呢，想找胡户天神你换些神经。换神经？这剑无双是古门内门弟子，有这种身份在，他也不担心我会把他怎么样。不知小友用什么宝物来换取神经啊？用这个。这是……你将这晶石给我仔细瞧瞧。好。这晶石如此浓郁的煞气，这莫非是传说中的冰煞晶石？就是这事。什么？混账！小子，你够阴险的呀！哼，阴险，在这个世界上
向来只有弱肉强食，何来阴险之说？再者，如果真论阴险，你当初跟人联手杀死我古门那位师弟时，手段怕也不光彩。看样子这件事已经被你古门知道了。不过你古门也真够蠢的，派遣你一个凌霄境的蝼蚁前来杀我，来送死啊！送死，我看未必了。哼，可笑！这家伙竟然用不擅长的手臂施展攻击，未能竟也这般强。我右臂受损，可左臂却没有任何伤势。可我全力施展的攻击，竟然被一个凌霄境的小家伙给挡了下来。这小子，这秘术，还好我选择一开始偷袭，废掉他的右手，令他没法将全部战力发挥出来，不然……什么？还好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身上的宝物有不少，像这种可以令身上伤势立即恢复的丹药，虽然珍贵无比，可我刚好有一颗。古门弟子，且还是一个真正的天才，仅只是凌霄境，却具备高等天神的战力。如此天才若是死了，就算是古门也会无比心疼的吧。哼，胡胡，你得搞清楚，是我要杀你，可不是你要杀我。是吗？那便看看到底是谁杀谁吧。紫光灭世剑。小子，去死了吧！死了吗？哼，小子，肉身倒是挺强横的嘛。胡胡，是我小瞧你了，不只是我，包括古门在内，所有人都小瞧你了。原以为你只是一个高等天神，顶多也只是高等天神顶端的，却没想到你的战力已经达到顶尖天神的门槛了。顶尖天神？哼哼，我胡胡虽然天赋不算太高，却也不是那种毫无资质的废物。我活了那么多年，在高等天神层次停留了那么多年，实力突破拥有顶尖天神战力很奇怪吗？我只是很少在人面前全力出手而已。小子，你应该庆幸可以见到我的最强实力。哼，庆幸？你说的对，我的确应该庆幸碰到你，不然我这次接的任务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。胡胡天神，我这次的任务是诛杀11位天神，其中有6位中等顶端天神，以及5位高等天神。在前来杀你之前，我已经将其他10位天神全部杀死了。然而，那10位天神实力都太弱，根本没法让我施展出全力来。很庆幸，我的最后一个目标能够具备碰到顶尖天神战力的你。我潜修6年，现在就用你来检验一下我这6年的进步到底有多大。拿我来检验你这6年的进步？狂妄！废话少说，动手吧！好快！永恒神兵，滚开！紫光灭世剑，不愧是顶尖天神，我已然全力以赴施展最强威能，可结果依然处于下风。硬拼不过，那便靠技巧、剑术虐杀他。小子，这不大娘跟我正面厮杀，躲躲藏藏的，算什么能耐？哼，真是可笑！我一个凌霄境，去跟你一个顶尖天神比拼力量，痛快，痛快！混蛋，砸碎！鼠辈，区凌霄境，剑术竟然会这般可怕！胡胡天神，跟你这一战，我战得很痛快，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你刚刚不是埋怨我不敢跟你正面碰撞，
现在我成全你，就跟你正面碰撞。你准备好了？真打算跟我硬碰硬？小子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我便成全你。最后一剑，这一剑我虽然悟出有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可从来没有对人施展过，你是第一个。大千剑术第一式大毁灭剑。大千剑术威能极其可怕，哪怕是凭我现在的剑道修为，也仅仅只能够施展出这第一式大毁灭剑了。虽然只是第一式，可威能却不是我自创的一些秘技可以比的。看样子这大千剑术我今后还是稍微少施展一点。我现在对道的感悟还略微低上一些，而且还没有资格修炼那些攻击威能暴涨的秘术。等我今后对道的感悟再提升一些，不用太多，世界之道、杀戮之道，随便一条道上悟透五重玄奥，我便可以在顶尖天神当中站稳脚跟了。竟然真靠自己的能力将胡胡给杀了，这剑无双。古门众多弟子，包括那些公主、副公主们都说他是怪物，还真是如此。玄一公主派我来这儿，看样子是多此一举了。玄一公主，剑无双已经将那胡胡给斩杀了，我没有出手。知道了，没你的事了，回来吧。这玄一公主故意给她弟子安排一个顶尖天神当对手，又不放心，让我暗中保护，不让她弟子知道。可真够煞费苦心的。弟子回来了。任务完成了。目标中的11名天神，6位中等顶端天神，5名高等天神全部斩杀了，他们的尸体都在这儿。途中还算顺利吧？还好吧，就是最后那位胡护天神比较难缠一些，但最后还是被我斩杀。哦，好了，你完成了这次地级任务，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我会替你去申请。这次前往生死永恒界的弟子当中，会有你一个。多谢师尊，谢。去吧。那胡护拥有顶尖天神战力的事，这小子竟然提都不提。是没将那胡护当回事，还是说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真正的实力呢？这剑无双一个凌霄境，竟然能去那生死永恒界，真是够变态的。后续的剧情将放在我的主页剑尊3里面，点击我的头像就可以看到了。当然变态，你见过哪个凌霄境是可以完成天神宫地阶任务的？地阶任务？我突破天神那么久，都不敢去接地阶任务。哎，剑无双，你瞧瞧，很多人都在议论你呢。我们6人同时进入古门，到现在为止也过去8年了。现在就你跟风处境最好。我跟他没法比。好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多喝几杯。你也接到讯息了吧？该出位了。诸位，你们继续喝着啊，我跟风先走了。听说那生死永恒界充满着危险，你们2个可得小心点啊。会的。你便是剑无双？哈，早就听说现在出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天才，今日总算是见到了。这小子，古门中人只知道他完成了地阶任务，拥有高等天神战力，却不知道他在那地级任务当中可是正面斩杀了一位顶尖天神的。剑无双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以你对道的感悟，按道理早已经具备了朝天神冲击的资格，不应该一直停留在凌霄境层次啊。人都已经到齐了，出发吧。徒儿，你现在应当要去生死永恒界了吧？等到了那生死永恒界内，记得要多加小心。
是，徒儿，你听着，我要你小心的不仅仅是生死永恒界内那些凶险之物，同时你还得小心3大巨头的人，甚至还有其他8大顶尖宗门那些天才弟子。啊？提前扼杀？师尊，我会小心的。自己多多注意一些，那生死永恒界与外界完全隔绝，到了那里边根本没法传讯。要是真遇到意外，就算是为师也没法能及时去救你，一切只能靠你自己的。出发！你们6个都是第一次去那生死永恒界，对那里面的情形应当毫不知情。我现在便跟你们说说，都听着。首先你们要知道，生死永恒界是一方极其特殊的地方，跟天穹域完全不同。生死永恒界内生活着一个非常特殊的群族，这个群族是生死永恒界的土著，我们一般称呼他们为魔神一族。魔神一族？魔神一族的族人，他们一开始跟我们人类武者一样，可当他们成长到一定阶段时，他们便会经过魔神洗礼，成为魔神。而一成为魔神，他们的实力便会暴涨，达到一个全新的层次。且一旦成为魔神之后，他们的身体也会生出无比巨大的变化。在魔神一族内，魔神各自按照血脉稀薄程度来划分为3个层次：铜甲魔神、银甲魔神、金甲魔神。其中铜甲魔神最弱，金甲魔神为最强。而我们进入生死永恒界之后，会遇到众多凶险的，便是这些魔神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渴望得到的机缘，也是在这些魔神的身上。生死永恒界内拥有着莫大的机缘，而这机缘有3种。第一种机缘是魔神精血，顾名思义，魔神精血便是这些魔神的精血。击杀一头魔神之后，便可以前行将他们的尸体炼化成精血。精血的数量也是根据这些魔神的血脉等级而定的。正常情况下，炼化一尊铜甲魔神只能得到1滴精血，可若是炼化一尊银甲魔神，就有可能得到2滴。若是炼化金甲魔神，能够得到的精血便会更多。这些魔族精血对于我们人类武者来言，有着无比巨大的作用。至于到底有哪些用处，我待会儿再跟你们说。这第2种机缘是一门秘术，叫古神秘术。古神秘术同样源自于魔神一族，是一种可以短时间内令自己攻击威能暴增的秘术。你们当中除了剑无双之外，其他的人应当都修炼了这等秘术。在我古门以及天穹域各方宗门之内，可以提升攻击威能的秘术有很多种，等级有高有低。不过哪怕等级再高，提升的攻击威能都会有一个极限，这个极限是10倍。我古门内那些提升攻击威能的秘术，即便修炼到最高层次，也只能够令自己攻击威能提升10倍。天穹域的3大巨头，包括众多顶尖宗门，拥有的这类提升攻击威能的秘术，同样最多只能提升10倍。10倍已经达到顶端了。然而魔神一族拥有的这个古门秘术，修炼到极高层次，对自己攻击威能的提升，却可以超出10倍的范畴。什么？古神秘术确实拥有这等能力。别的不说，光我古门知道的，这古神秘术的前5层，便可以令自己攻击威能足足提升15倍。15倍？就是这门秘术优势太大，所以天穹域各方宗门的强者都渴望得到这门秘术的修炼法门，渴望将这门秘术修炼到极高层次。不过魔神一族对这门秘术保护也非常严密，无数年下来，只有云海仙宫是得到这门秘术的5层修炼法门的。至于另外2大巨头以及我们古门，只得到了前4层的修炼法门。不过纵然是前4层，也足以令攻击威能提升到12倍。
灵玉副公主，照你所说，我古门内拥有古神秘术前4层的法门，可为何我之前在秘术阁内从未见过，也不曾见我古门的哪些强者施展过？这便是要提到我刚刚所说的第一种机缘，那魔神精血了。古神秘术毕竟是源自于魔神一族，这门秘术虽然强大，可似乎只适合魔神一族的族人修炼，而我们这些人类武者想要修炼这门秘术，就必须要吸收魔神精血。魔神精血带着一丝魔神的血脉，我们人类武者可以通过吸收魔神精血，沾上一部分魔神血脉，这样才可以去修炼古神秘术。而且想要将古神秘术修炼到极高层次，需要的魔神精血也就越多。像古神秘术的前4层，一般情况下就需要吸收足足10滴魔神精血才能够炼成。可魔神精血是要去猎杀魔神的，哪里是那么简单得到的？因此真正能够将古神秘术修炼到4层的，整个天穹域都不多。这魔神精血除了是修炼古神秘术的必备条件之外，吸收它还可以大幅度增强自身的肉身。毕竟魔神一族的族人最强的也就是自己的肉身，吸收的魔神精血越多，肉身也就越加强大。最后便是这生死永恒界的第3大机缘，魔神洗礼池，同样源自于魔神一族。不过这第3大机缘对你们来说暂且用不着，在外层也得不到，所以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。总之，你们接下来在生死永恒界的外层闯荡，可以尽可能的去猎杀那些魔神，去想办法得到更多的魔神精血。这魔神精血是你们在外层唯一可以得到的机缘。按照灵玉副公主所说的，生死永恒界是魔神一族的家园，魔神一族一直生活在生死永恒界内，也不曾对人类武者有过任何的迫害，可就因为他们的精血以及古神秘术对人类武者有着巨大吸引力，所以天穹域的各方宗门每隔100年，只等生死永恒界一开启，便直接闯入，大肆猎杀这些魔神。如此行事，不仅先去那生死永恒界，真正见到那魔神一族的族人再说吧。若是魔神一族的魔神生性邪恶凶残，那杀也就杀了，但若不是如此，到时候再说吧。看来我还挺受欢迎的。无道、刀妹、血骨子，竟然是这3个家伙。云海仙宫在发什么疯？怎么了？你们看，云海仙宫的10名弟子当中，其中有3人气息最为强横的，已经达到顶尖天神层次了。看到了。这3人我都知道，都是云海仙宫内极其优秀的弟子。特别是那无道，我曾经还跟他交过手，可惜那一战我败了，而且败得很惨。他的实力在顶尖天神当中都算是极强的，就算跟道宫那些副公主比起来也差得不是太远。另外，他们3个在云海仙宫内已经算是上个时代的弟子了，虽然之前没有来过这生死永恒界，可云海仙宫历来注重培养新一代弟子，能够让他们其中1人来生死永恒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但现在竟然3个同时到来，真奇怪。剑无双，哼，公潮，8年未见，还记得当初天穹盛会上我跟你说的话吗？我当时便说过，下次见面必要与你争个高下。如今8年过去，这8年我在云海仙宫内竭力提升实力，我心底也一直期待跟你碰面，现在总算是碰上了。你想做什么呀？明知故问，跟我一战吧。古门的剑无双，另一个是云海仙宫的宫潮，这2人
是上一届天穹盛会最优秀的2人。上次天穹盛会上，这剑无双败在了宫潮的手中。按道理说，现在也应该是由剑无双挑战呢。可没想到，竟然是这宫潮主动开口挑战剑无双。很正常。天穹盛会上，剑无双虽然败了，可剑无双展露的天赋却比宫潮还要妖孽得多。加上后来他在古门的一些逆天表现，又被玄衣公主收为亲传弟子，这宫潮恐怕也知道剑无双现在的实力不比他弱，甚至可能还要更强些，所以才主动挑战的。剑无双，这一战你应该不会拒绝吧？当然，我看得出你现在并未突破天神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可以压制自身力量，不会超出凌霄界范畴，如何？刻意压制力量？不用刻意压制力量了，你就全力出手吧。你确定？当然。好，小心了。这宫潮8年不见，实力提升了不少嘛。开始了。高等天神，而且在高等天神当中，估计都可以站在顶端了。5成的剑心位能，差不多。好可怕的剑术！好快！周边这么多人，其中对我不怀好意的，怕也大有人在。接下来的生死永恒界之行，对我怕是危机重重啊！甚至说是九死一生也不为过。而我的实力每藏多一分，我的底牌也就多出一份了。剑无双，那你要小心了！王灭世剑。这一战，我输了。哼，旗鼓相当而已，我又没赢你。你毕竟只是一个凌霄境，而我已经突破达到天神了。剑无双，期待下次再与你交手，到时一定与你战个痛快。哼，3位顶尖天神够看得起我的呀？难道我在古门展露出的进步速度真的有这么逆天吗？令天穹域这些顶尖宗门都如此重视，甚至连堂堂云海仙宫都这么忌惮。这小子便是我们的目标呢。哼，看他跟宫潮师弟交手，实力也不过如此嘛，也就剑术稍微强上一些。凌霄境能有这等战斗力以及那样的剑术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不过也就勉强可以跟那些站在顶端的高等天神斗上一斗，在我们3个面前却没有任何反抗之力。哼，就这等实力，我一刀就可以斩杀他。别太大意，别忘了大长老交代的话。你们3个听着，你们这次的目标并非是那些魔种，而是剑无双。只要能够斩杀他，你们可以不惜一切，但千万记住，别让古门抓住把柄。他们在做什么呀？他们在打通前往生死永恒界的空间虫洞。生死永恒境就隐藏在这一片远古森林当中，却是一片单独的空间。这片空间虽然稳固，但是每隔100年就会出现一次削弱，这时候只需数位永恒境的强者联手，便可以强行打通前往生死永恒界的通道。不过毕竟是强行打通的通道，这条通道并不会太稳定。你们在进入生死永恒界内，会随机出现在生死永恒界内的某一处，也就是说，你们在生死永恒界内都是分开来的，各自行动的。而且你们在生死永恒界内只能待10天时间，10天一到，你们必须及时赶到生死永恒界的边缘，到时自会有方法带你们出来。这样啊，单独行动吗？除此之外，你们几个还得记住，千万别去内层闯荡。生死永恒界的内层是魔神一族的老巢，有着无尽的凶险。就算是我等永恒存在，到了内层也都是如履薄冰，稍有不慎便会陨落。而你们这些仅仅只是天神层次的小家伙，一旦进入内层，那几乎是必死无疑的。明白了。
空间虫洞已经构建好了，出发吧。10天时间，诸位自行保重。你们进入生死永恒界后，别忘记自己的任务。这便是生死永恒界吗？也不知道这些魔神都长什么样子，实力又强到哪种程度啊？我在这生死永恒界内，对我有威胁的不仅是这些魔神，还有其他宗门那些弟子，特别是云海仙宫。云海仙宫这次派出了足足3位顶尖天神弟子，其中那无道更是在顶尖天神当中都属于极强的，凭我现在的实力还没法应付他们。先不急着去寻找魔神，还是先想办法令自己的实力更强一些才行。世界之道，杀戮之道，不管我哪一条道悟透第5重玄奥，我的实力都可以提升一个台阶，到时候再配合我的其他手段，就算是在顶尖天神当中，我也能够站稳脚跟，那样我才有跟云海仙宫那3位顶尖天神抗衡的资本。第5重玄奥啊，这是魔神吗？这就是魔神吗？感觉除了体积跟皮肤之外，跟人类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娃娃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娃娃，问你话呢。100年期限已到，界外之人降临，你家长辈莫非没有告诉你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吗？他怎么可能会把我当成族人？难道是因为我只是凌霄境的关系？我跟长辈们失散。失散了，原来如此。唉，你家长辈也太不小心了。若是平时也就算了，可这几日刚好界外之人降临，而且就在这片区域活动。若是让他们碰到你啊，你可就惨了。啊，我叫古琼，来自第7部落的。啊，我在第7部落没见到过你啊，而且在这片区域的周边部落，也就只有我第7部落跟第8部落。你应当是第8部落的族人吧？你应当是第8部落的族人吧？对，我叫剑无双，来自第8部落。剑无双？你这名字可真够怪异的啊，就跟那些界外之人的名字一样。剑无双啊，还好你遇到了我。若是遇到那些邪恶的界外之人，他们绝对会毫不留情地杀死你。哎，好了，你跟我走吧啊！现在啊，这片疆域太危险了，我们的族人正在跟那些界外之人厮杀。你一个连魔神洗礼都还没有经历过的小家伙，继续待在这里，根本没有任何存活的希望。跟着我走，我会把你啊带回你的部落去的。啊，多谢。跟我来。背对着我，这古琼对我还真是一点防备都没有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哟，剑无双，不错嘛，竟然能跟得上我的速度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哟，剑无双，不错嘛，竟然能跟得上我的速度。还好，有人在激战。该死，是界外之人。银甲魔神？哦，是队长。这个界外之人可真够倒霉的，竟然会碰上我们队长。好强啊！这银甲魔神很擅长近人厮杀。可惜啊，让那个界外之人逃掉了。啊，队长，战绩如何？运气差了点儿。2天时间，我仅仅只碰了1名界外之人，他实力很强，丝毫不在我之下。他见杀不了我，便直接离开了，我也没法追。这些界外之人手段都很了得，的确很难杀死。你运气已经不错了，起码到现在还活着。
古风、古莹他们2个都已经死了。什么？该死的！我们跟界外之人本就是敌人，他们渴望得到我们的精血提升实力，而我们也拿他们磨练自身，算是各取所需吧。哦，对了，队长，我刚刚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族人，而且还是一个没经过洗礼的娃娃。哦，哎，娃娃，出来吧！尽管正面厮杀，我不是这银甲魔神的对手，可我要是真的逃的话，这位银甲魔神也未必奈何得了我。哎呀，剑无双，你怎么慢吞吞的？都是自家族人，你怕个啥呀？剑无双，这名字怎么跟那些界外之人差不多？而且在这个时候又出现在这里，倒着实有些古怪。不过，他的灵魂气息的的确确是我族族人才有的，错不了。小子，你家长辈没交代过，让你这段时间别来这片区域吗？啊，队长，这娃娃跟自家长辈失散了。这样，啊，剑无双啊，这是我队长古岩。古岩队长，古琼、古岩，还有那死去的古风、古荣，都以古为姓，难不成这魔神一族的族人都姓古？难怪他们会说我的名字有些另类了。哎，队长，我不久前刚刚碰到这娃娃，正准备先送他回部落呢，没想到刚好碰到你了。送他回部落，一个都没经历过洗礼的小家伙，的确不应该出现在这儿。不过现在这片疆域到处都有着界外之人，你自己在这闯荡都充满着危险，更别说带着一个小家伙了。那怎么办？难道队长你亲自护送？我身为队长，现在根本无法离开战场。这样吧，我知道一个地方非常隐蔽，一般情况下，那些界外之人不可能会找到那儿去。你带着这小子去那儿躲几天。这些界外之人每次降临都只会待10天时间，10天后他们便会离去。现在只剩下8天了，8天后你们再出来。好，跟我走。剑无双，走，我们跟着队长。顾琼，你带着他这8天就躲在这儿，记住，别轻易散出自己的气息来。是。来，娃娃，陪我喝一杯啊！好烈的酒啊！好酒吧啊！这可是我媳妇儿亲自给我酿的。哎，可惜啊，她1个月只给我喝1袋。你可得给我省着点喝。顾琼大哥，有件事我想问你。什么事儿？我刚刚听你说你跟那些界外之人交过手，这些界外之人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吗？你怎么区分他们？这个很简单，这些外界之人乍一看，实际上就跟你们这些还未进行洗礼的小家伙一样，这身形都很瘦小，不过也就表面相同而已。可他们的灵魂本质跟我族族人是完全不同的。灵魂本质？灵魂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气息，而这些界外之人呢，他们的灵魂气息跟我族族人的灵魂气息完全不同。这些界外之人只要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一眼就能够通过灵魂气息认出来。是这样啊？我的灵魂气息跟魔神一族的族人一样，怎么可能呢？算了，不想，还是等回到古门以后再询问师尊吧。现在这些魔神将我当成自己的族人，而我也没打算猎杀他们，正好。真要说起来，天穹域各方宗门强者的确是入侵者。无双小兄弟，距离那界外之人离开只剩3天了，你跟我在这里多等3天就能够出去了。这时求救，有族人在求救，就在我们附近。哦，肯定是那些界外之人。该死，如此焦急，这位族人肯定是快扛不住了。无双小兄弟，你待在这儿，
我出去看看。一起去吧。那好，走，赶紧过去。是他，云海仙宫3位顶尖天神之一，血骨子。蛋，古静，我俩联手杀死这个界外之人。没问题。买1送1，我这运气倒真是不错呀！哼！不错嘛，同样是铜甲魔神，你的实力比起你的同伴来要强上不少，不过结果还是一样的。好快！古琼，你小心点儿，他的速度很快，真的很快。砸碎！速度太慢了。魔神一族最强的是肉身，他们的攻击威能、防御都极其可怕，可速度上要差上不少。说是那古岩近身厮杀能力极其可怕，又是银甲魔神，或许可以轻易击败这血骨子，但光凭古琼他们2尊铜甲魔神，想要跟血骨子抗衡，几乎不可能的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们2个会被血骨子轻易给玩死的。看来该我出手了。这些魔神的肉身倒真是强横，而且生命力也极强。被我击中那么多次，不仅没死，就连实力都没怎么削弱。哼，无所谓，也就稍微多花费点时间罢了。啊！这是剑无双啊！这小子是来抢我猎物的吗？不，他的目标不是那些魔神，而是我。他知道我云海仙宫要杀他，哼，知道我云海仙宫要杀他，他不选择躲起来，反而想要来杀我。哈哈，真是个不知死活的小子。既然你找死，那我便成全你，小子，去死！哼，蠢货，这么急着想杀死我，竟忘了他最擅长的是速度，舍弃了自己最强的速度，妄图依靠攻击威能一刀斩杀我。哼，那我就看看到底是谁杀谁。紫光灭世剑！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顶尖天神，绝对是顶尖天神的战力，而且绝不是一般的顶尖天神，起码在攻击威能上，比一般的顶尖天神要强上不少。快逃！世界牢狱！滚！给我滚开！什么？剑术强成这样？之前他跟宫朝师弟交手，剑术虽然无比精妙强横，但也不至于这般可怕的呀。剑无双，你隐藏实力？哼，现在才知道，晚了。不，剑无双，我死了你也别想好过。这生死永恒界绝对会成为你的葬身之地。竟然自爆了！无双小兄弟，哎呀，无双小兄弟厉害啊！这界外之人实力极强，我跟古静2人联手都无法抗衡，可你竟然能够杀死他！我也只是运气好，而且他也太小看我了，不然我可杀不了他。古琼，这位小兄弟是？啊，这是我在路上碰到的一位小兄弟，他叫剑无双，来自第8部落的。第8部落的无双小兄弟，
我看你到现在都还没有突破天神吧？而且，你还都没有经历过洗礼，便能够斩杀界外之人的顶尖天神，当真是了得呀！我之前还傻乎乎的相信小兄弟你是真的跟自家长辈失散了，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啊，八成啊你是特意来找那界外之人历练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让你看出来了。啊，这印记是……这血骨子竟然特意修炼了这样的手段，看样子云海仙宫还真是有备而来的。无双小兄弟，这血色印记是什么呀？这是刚刚那名外界之人种在我身上的印记，通过这个印记，其他界外之人可以找到我所在的位置。什么？那岂不是说你被那些界外之人给盯上了？算是吧，不过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，而不是全部。这印记也不知道我的大天造化诀能不能将其转化掉。无双小兄弟，你别担心啊，这里可是我们的家园，在这里我们才是主人，用不着怕那些界外之人。他们只要敢来，我们就敢杀。说得对，在我们的地方，我们族人的力量可比那些界外之人要强多了。别的不说，单单现在这片区域，我们第7部落便派遣了足足15个小队，150名经历过洗礼的族人到这儿来。第8部落派遣的族人肯定也不少，用不着担心那些界外之人。对呀，凭借我自己一个人的确无法对抗那无道、刀妹还有其他云海仙宫的弟子，可我现在是魔神一族的人，在这生死永恒界，魔神一族才是真正的主人，他们的力量才是最强的。云海仙宫，好啊，既然你们要杀我，那也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。这一次我要是不狠狠算计你们一把，我就不叫剑无双。